是不是中共还有的粉红对香港的民主派有一些误解？说民主派也不是全部都是支持港独的嘛，我就不认同他这样改选举制度。香港呢，区议会选举，他所说的非爱国者就是说民主派嘛，就没得选了，也拿不够提名啊。我自己也是民主派的支持者，但我因为我很爱国的。你那么爱中国，那为什么要爆发黄色雨伞？你连你自己港府都沟通不了，就因为你是香港特区，所以我要特别接见你吗？林郑月娥都没这个权利的，你凭什么有这个资格？大陆公布了很多资料，香港很多民主派，美国的各种的那个境外势力有勾结的，哪一个国家能接受这个部分？爆发的原因就是香港不够民主嘛。你除了就是让人家闭嘴之外，为什么你不去想去满足他们的诉求呢？愿意去谈判。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区议会选举呢，就是今年的12月举行的。近期的区议会选举的分布，总共呢就有470名议员组成的。当然，议员呢就是上诉委员会就那个主席，就香港有一些乡村的嘛，分了27个区，重点就是近期的区议会选举有很多都是直接选举，那部分就变得很少了，只有88席。2019年11月区议会选举呢，他除了27名当然议员之外呢，其他全部都是直接选举的。不过近期的区议会选举呢，就有大概40%吧，40%是政府委任的，另外大概40%是这个地区委员会的。图上就是有3个会的，就是分区委员会、地区破灭罪行委员会，还有这个地区防火委员会。这3个会的成员就其实他们是政府委任的，然后成员呢就大家互选，就选一些区议员出来，88席，大概20%左右吧，就变得很少。这些直接选举的，在近期的区议会选举。那这3个会呢，就各自拿3个，加起来就9个提名，以往都有的就是选民提名吧，这2个方面的提名才可以去参选的。这3个会嘛，那些成员都是政府委任的嘛，他们就很大概率是不会提名比较民主派的人的。那些候选人吧，现在有一些名单嘛，全部都是就是亲共派的。民主派了就几乎全部都没得选。根据这个刘少佳那个全国港澳研究顾问，就是图4第4张图，他说5光10色是指外国阵营内有差异，不会因为5光10色而必须吸纳非爱国者。他所说的非爱国者就是说民主派嘛。间接说了，那些民主派就没得选了。政府这样搞那个区议会就是处理一些民生的，那政府这样搞了，我就不同意他这样搞啊，因为他把政治光谱啦，就原本就是社会上不同的政治光谱也可以参加。但现在呢，因为在香港呢，支持民主派的有很多嘛，就是2019年那次的选举有接近60%的人投给那个民主派了嘛。对。所以呢，现在这样搞了，就是把接近超过1半的民意，代表1半以上民意的民主派也不能就是参政了嘛。那我就当然不同意政府这样搞啊，导致很多人都不能够参政了嘛，我就当然就不认同他这样改选举制度。还有就是说，他所说的外国者，我认为所谓的民主派可能有一些是比较本土主义吧，但以我所知呢，例如民主党呢，民主党他党章也好像说支持一国两制啊，他们也是比较大中华思想的，就是民主党嘛。打算去参选，但最终就是不够提名了嘛？是不是中共还有这个粉红
就可能对香港的民主派有一些误解吧，就可能会觉得他们就是不爱国。不可以说的，有一些真的是比较本土主义的人，可能有一些是不喜欢大陆人的，但不是所有的民主派也是所谓的反中乱港啊。有一些民主派，他们可能只是对老共可能有一些意见而已嘛。那么我觉得了，如果你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话，那么你应该也要就是多聆听一下社会上不同的声音。你不应该就是把一些批评共产党的人就打成不爱国了。我自己，我也是所谓的民主派的支持者吧。但我因为我很爱国的，我不恨中国人，也不恨。就是说，如果今天不是爱国，是不是一定要爱党、爱共产党？这是一个讨论的点。您的意思是不是在这里？就是说，所谓的爱党，就是说我不对党进行批评。但是如果今天对于中共的一些批评，但它是出于为国家好，能不能被接受？是这个样子吗？是啊，就是这样啊。所以那您觉得现在目前来说，就是说从这个香港2023区议会选举来看，那这位刘兆佳他的说法应该就是说，所谓的五光十色是当然必须爱国，但是爱国怎么去定义？中共的说法，爱国就是爱党啊，因为就是说民主派也不是全部都是支持港独的嘛。就是想选也没得选啊。例如这个比较温和的民主党啊，他们也拿不够提名啊。你一直忽略一件事情。对于共产党来讲，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维持政权的稳定。今天你香港再怎么乱，你仔细看，解放军都没有出动，代表是什么意思？或是武警没有进来，代表说他所有的权利还是相信港府可以去 handle 得出香港里面所有状况，所以他不去介入。对，你跟我说你多爱中国，你怎样，你那么爱中国，那为什么要爆发黄色雨伞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抢着去拿 BON 跑去英国？30年给你，你给我，结果发生出来是这个事情。我是中央，我一定觉得说怀疑你港府是有问题，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你说你爱中国，你现在才讲，那黄色雨伞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讲？没有人出来捍卫，就是说一个中国这个理念。我觉得很复杂吧。你说老共啊，香港稳定，你也说的对呀，我没法反驳你呀。我觉得就比如说政府，我所说的政府是包括港府和中共政府吧。香港人呢其实是想民主，就是说以前的立法会啊，这些取消那个功能组别，特首也要就是真普选嘛，他们特首也要直选出来，就是香港的民主派就这样想的。我觉得示威者就是处理的不好的地方，就是林郑月娥撤回了那个送中条例，然后那个示威还这么暴力。那我觉得政府处理的不好的地方就是香港民主派都是想普选啊，想这些的，爆发的原因就是香港不够民主嘛。那你想要稳定的时候，你除了就是让人家闭嘴之外，为什么你不去想去满足他们的诉求呢？让人家是真的无理嘛？那香港的民众就是要更民主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香港的民主派和中央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吧，就是互相了解一下，就是老共知道，其实呢，香港的民主派也不是所谓的反中乱港啊。就拿我来说吧，我其实算是一个民主派吧，但我爱国，然后你说我是不是无脑反共，我也不是无脑反共的。中共有一些做得好的我会夸的，他做得烂的我也会骂的。我相信共产党和我也是想中国好的嘛。中南海的人会认为说，你连你自己港府都沟通不了，那你凭什么来跟我中央谈这个事情？中央要负责14亿人口的生计的事情，就因为你是香港特区，所以我要特别接见你吗？林郑月娥都没这个权利的，你林郑月娥这个的咨询单位的议员，你凭什么有这个资格？
不过就是冲突，好多时候都是互相都不了解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了解大家的不了解。我只问起那个谁，那个蓝洋一件事情。如果你知道这所谓的就想跟中共沟通的这些所谓的跟大陆意见不一样的人，他如果已经确认就好说他是跟境外势力有勾结的话，那你认为说大陆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人？因为目前所谓的不是骂中国共产党，还是骂还是什么东西的人啊，大陆不接受。基本上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接受所谓的怎么讲，就跟境外势力勾结来对付自己国家。香港很多民主派，大陆公布了很多资料，都是最正确的。他就是跟美国的各种的那个境外势力有勾结的。所以重点不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因为就拿美国来讲的话，他也会去看这个人背后是不是有加入解放军的什么东西，包含像台湾最近不是有个选举说，这个人是不是有加入解放军什么东西，所以在骂柯 P 嘛。那如果说你今天讲的这些人来讲，他真的有跟境外势力勾结他，那这个东西哪一个国家能接受这个部分？我这边只是想问一下蓝洋洋，不好意思。这个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这个确定的答案啦。现在我再回想一下的话，可能也是民主派处理的不好的地方吧。就是香港因为历史原因啊，就是香港人普遍都不信任中共，就可能会视中共为一个敌人吧，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宁愿就是勾结外国势力也要去对付中共的。那现在回想的话，可能这点做的不太好吧，就是让民主派和中共就是彻底变成敌人了。那如果从现在的话，我觉得民主派就不应该再跟这些外国可能有一些勾结吧，就是我宣布不要勾结了。那中共也要就是放一些善意去谈判，那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啦。一个是威夫兰嘛，杨洋2019年你有没有反对民主党支持暴动？那时候我是高中生你有上街吗？这个不方便回答了。OK， 好，没关系。OK， 我知道我当时是非常的生黄吧，就是生黄丝啊。我当时甚至就是说民主党太温和了。所以你才觉得他们太温和了？其实香港有很多人都觉得民主党很温和，甚至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民主派说他们通共啊，就是跟中共有勾结的。聘签啊，他是澳洲的朋友啊，笑死！英国人满足香港诉求了吗？怎么还怀念英统啊？就是他意思说，怎么会一堆人怀念英国统治时期啊？这个也要看个人的嘛，我不是全部都是所谓的爱英国啊，我是00后，我对英国没什么感情啊，我不是所谓的举英国旗那些人的。那我就看英国坏，不代表这个中国政府也要坏的，这就是逻辑说不通嘛。有一点就是鲁迅所说的出穷论嘛，就是外国坏，那你就要坏嘛。我想请问一下，他满意的地方当然要说出来啊。我也不是支持港英政府打压意见人士啊，我也不同意的。